大家好，今日係2024年嘅12月23日。尋日我就引用咗咧英國政府嘅最新數據啦，喺英格蘭同威爾斯地區嘅港人出生嬰兒咧，喺舊年咧就高達2200人。咁啊，如果按人口比例計咧，就超過1%嘅。咁啊，喺香港本地嘅港人咧就0.44%。咁所以咧，移英港人咧就係更願意生喎。呢個仲未計蘇格蘭喎，因為蘇格蘭咧個福利更好，讀到大學都免費嘅。咁所以即係説明咗個問題啦，就係好多香港人喺香港唔願意生，去到英國先生。我都親身接觸咗啲香港人，佢就話：如果唔係去移民，佢就唔諗住生仔噶啦嚇。咁呢個咧，我就用人口學理論去解釋咗，呢個叫 New Home Theory， 新居理論。新居理論係咩咧？即係好似動物咁樣啫嘛，喺危險嘅地方咧，佢就唔願意生嘅，或者即使生出嚟個存活率都低啦，佢就會喺生存策略上面咧係會更謹慎嘅。咁同樣道理喎，通常新移民咧就因為點解會做新移民啊？梗係覺得比起舊居環境更好，無論係政治啊，還是經濟、空氣、環境污染嘅問題嚇，如果有改善嘅話咧，或者只要有其中一樣嘢有大幅改善嘅話咧，咁咧佢哋都會更願意生嘅。所以好多嘅新移民喺大陸嚟香港，佢哋願意生啦嚇。呢啲印巴籍嘅移民去到發達嘅地區，佢會更願意生啦。個原理就係咁解，因為比起佢哋舊居咧，無論喺經濟啊、政治啊、社會環境咧，都覺得改善啊嘛。呢個係一個本能嚟嘅喎。咁咧，但係有好多人咧即刻就留言啦，就話唔係啦，梗係啲移英港人啦，乞食揾唔到錢，咁所以喺屋企做愛咯，冇嘢做咪做愛咯。呢啲係 hater 講嘅言論嚟嘅，冇內容冇邏輯嘅。個原理就係如果你揾唔到錢咧，英國咧就失業率極低，就3.幾個%。咁啊，所以咧如果你揾唔到錢咧，你就揾一份 second job。就揾一啲第二份嘅工，可以做送外賣啊、Uber 啊，還是係做 Amazon 啊，你就會揾到食嘅，你就唔會話完全揾唔到錢嘅。咁咧問題就係移英港人裏邊或者英國本地嘅文化，大部分唔願意內卷啊嘛。內卷咧就係中國咧近呢10幾年咧就好普遍嘅現象。咁所以我就話咧，中國呢10幾年嘅 GDP 係有增長嘅，但係根據內卷 inflation 嘅理論咧，有增長而冇發展，即係咧。經濟係增長咗，數據係上升咗，但係啲人嘅生活係冇改善到嘅。咁呢一種咧就叫內卷化啦。而家中國就陷入咗內卷化。咁你最新有一個研究咧，就好證明到咧，我呢20年嚟嘅講法，中國係陷入咗內卷化。聯合早報新加坡一個媒體就報導啦，中國咧陷入咗性蕭條啊！哇！聽個名標題好聳動喎。何謂性蕭條呢？原來佢根據嘅係2022年發表嘅復旦大學與北京大學嘅聯合研究啊，即係咧係查咧中國人啊由70後去到95後嗰個性生活，就發覺咧70後、80後嘅性生活咧係滿意度也好，性伴侶嗰個活躍度也好，還是係佢哋嘅性生活頻率次數也好，係遠勝於95後喎。呢個咧同生物學常識係違反嘅喎。嗱，95後嗰啲好多20幾歲、30零歲啦，20零30歲或者有啲10幾20歲。理論上10幾20歲、20幾歲咧喺生理上係性活躍最厲害嘅年紀，就唔係講緊一個禮拜幾次，講緊一晚幾次噶嘛。係咪？咁但係咧70後係50歲嘅咯喎，80後40歲、40幾歲嘅咯喎。咁啊40幾歲嘅80後嘅性活躍度咧，或者性滿意度係比95後咧係遠勝喎。呢一點咧就係一個完全咧不能夠即係同科學上可以解釋到嘅。表面上，從經濟學咧或者從社會學就可以解釋到啦。精力旺盛嘅95後性活躍度咧，竟然比80後同70後低。調查顯示啊，喺1970年至到94年有配偶嘅男女裏邊咧，喺過去1年冇性生活嘅比例咧，只係6% 至9%，即係40歲、50歲有伴侶但係冇性生活嘅，只係得6至9% 喎，大部分都有啦，仲未計婚外性生活啦，係咪？但係95後咧，同樣有配偶嘅情況，喺過去1年冇性生活啊，竟然係高達14.6% 同埋10.01%。哇！呢個真係犀利啊！有配偶啊，即係95後都接近30歲啦嘛。咁啊有結婚嘅喎，但係咧竟然係有成14% 咧係有結婚嘅情況底下係冇性生活，即係證明咧佢哋係完全係對性咧呢14-15% 嘅人咧係產生咗極大嘅失望喎，冇興趣喎。咁啊原因係點解啊？個調查有解釋到啦。呢個同之前咧我就係講過啦，我就話咧中國而家係生機勃勃嘅老人，
喂，老人咧就係享受咗改革開放嘅紅利啦，人口紅利，咁啊有房有車。而且可能供斷咗，分分鐘拆遷咧，仲補咗錢，然後咧又有退休金，所以佢哋喺大媽跳廣場舞，好開心喎！生機勃勃嘅老年人，死氣沉沉嘅中年人，中年人要供樓啦，啲70後、80後咧好辛苦，好難捱咯。但係咧係生無可戀嘅年輕人喎，或者調翻轉生無可戀嘅年輕人，或者係即係年輕人同中年人之間嘅界線都模糊咗啦。咁所以而家中國就陷入咗呢一種情況。喺95後30歲左右嘅，佢哋咧就係要內捲得最嚴重，要99得最犀利先能夠喺大城市度生活，因為咧大城市嘅物價、房價、租金係非常之昂貴，咁所以佢喺裏邊打拼咧，佢唔內捲，佢就會驚俾人炒，同以前唔同啊！以前咧80後、70後經歷改革開放，即係咧老闆炒佢咧，寧賣鹹鴨蛋就不做原子彈。都冇興趣做崗位，冇興趣做國企，冇興趣咧去做事業單位咯。好多人咧出嚟做個體戶，成為萬元戶。喺80年代、90年代，咁佢即係社會係有生機勃勃。你有錢啦，有生機勃勃啦，你有配偶嘅先可以翻去同佢魚水之歡啦。冇配偶嘅亦都可以出去逢場作興喎。咁但係而家咧啲00後、95後咧，即使結咗婚嘅，喂佢哋996一個禮拜咧係翻足6日。每日係朝9晚9，而且咧，即係佢哋冇錢噶嘛，通常都唔會住喺市中心嘅喎。你翻9點，你就係要搭個半鐘頭車，7點幾要出去逼車先翻到去浦東，翻到去南海，翻到去呢個嘅南山區，翻到去呢個廣州天河區，你就要搭好遠嘅車。你放工翻又要搭個幾鐘，放工9點啦，翻到屋企11點，你仲邊有體力、氣力、精力？去同呢你個愛人啊，你嘅伴侶啊，去水乳交融啊，去敦倫周公之禮啊，冇咁嘅能力，冇咁嘅時間啦。所以95後咧，性蕭條有成14%咧係完全冇性生活嘅。即使有性生活，比起80後、70後一個禮拜超過一次咧，95後咧都係會少於一次嘅。即使有性生活，就係因為根本冇時間，亦都冇能力，亦都冇精力，體力上負荷唔到啦。咁所以出現咗呢個咁嘅情況。同樣道理喎，95後咁進入適婚年齡啦，咁未婚嘅人亦都即係比例咧，比起80後咧，同70後喺同年紀或者相近年紀係更低。咁當然呢個統計就唔完全反映到事實嘅。隨住啲人讀書越多咧，適婚年齡係越褪後，呢個係正常嘅。咁但係從呢個性蕭條嘅角度嚟睇咧，呢一種現象咧同日本90年代非常之接近喎。嗱，日本咧90年代初就陷入咗呢個房地產泡沫爆破。咁個房地產泡沫爆破之後咧，就叫失落的20年啊！日本咁嘅原因就係同中國今天面對嘅情況似乎好類似喎，就係青年人咧覺得生無可戀啊！青年人覺得咧再努力咧都冇發展嘅機會喎。喺90年代開始咧，日本就出現咗好多草食男嘅現象啦，寧願單身。做單身狗都唔願意結婚，唔願意揾伴侶，咁所以咧90年代咧，日本 AV 工業咧就係隨住呢種咁嘅浪潮咧就大行其道啦。咁啲人寧願喺屋企睇 AV 滿足嗰啲性玩具啊、性工具啊滿足都唔願意去拍拖結婚啊。所以中國人咧而家就話咧四不主義：不生育、不結婚、不戀愛、不買房。四不主義其實就係面對呢個時代嘅洪流嘅一種抵抗嚟噶嘛，一種軟抵抗啊嘛。呢個時代嘅洪流係乜嘢啊？就係年輕人冇上流嘅機會咯。點解年輕人冇上流嘅機會啊？喺中國就係因為中國喺過去嗰幾年銳意咧就係即係扭轉改革開放以嚟嘅發展。改革開放咧就係鼓勵民企、鼓勵私有產權鼓勵咧私人企業然後加大外國嘅投資。咁但係過去嗰幾年又唔係喎，中美貿易戰爆發啦，外國嘅投資大幅減少，港台嘅資金大幅減少。咁啲以前嘅年輕人不斷希望可以出國或者係同呢個港澳商人係合作或者幫佢哋打工，呢個機會係少咗好多。加上咧啲新興嘅民企業咧，喂年年整頓喎。啲民企咧要派駐黨委書記，變成咧佢哋喺下邊上流嘅機會亦都減少咗。咁所以而家中國嘅年輕人咧，95後寧願翻去考公務員，走翻回頭路啊！以前咧講緊90年代朱鎔基改革以前咧，中國人梗係希望上崗㗎啦，有崗位可以分配房咁大陸而家有一套陸劇咧好流行㗎嘛，
叫做小巷人家啊嘛，就係講緊70、80年代啲人咧，希望入去事業單位係做國企嗰種生活嘅奢望嘅喎。而家95後咧又重回翻呢一種現象啊，就係因為國進民退，因為咧社會空間咧上流嘅機會少咗，加上咧好實際嘅就係資產大幅貶值，因為以前嘅70後、80後，佢哋就係透過買股買房改善嘅生活，但係呢幾年咧房股暴跌，所以咧95後、00後咧買股買房啊，佢哋嗰個幻想係破滅咗啦，佢哋見證咗佢哋嘅父祖輩咧如何喺股市樓市上邊咧損手爛腳，所以佢哋亦都覺得無力上流啊，所以寧願躺平。所以最近我喺YouTube 咧佢哋咧就搬運咗好多抖音嗰啲片啊。抖音片咧，而家大陸咧流行躺平片喎。點樣躺平片咧？就係拎住幾萬蚊翻祖家度裝修，自己裝修唔請工人，即使請咧就請啲即係負責執垃圾嘅，然後咧教人裝修。我自己好中意睇裝修片噶嘛。而家大陸係興農村舊房老房改裝片喎，嗰啲咧點擊率咧係以百萬計嘅喎，教人哋點樣農村度躺平改裝喎，拎幾萬蚊翻去咧就近路啦。而家就好流行啊，幫爺爺嫲嫲、公公婆婆改造老房，然後就住埋一齊，話照顧老人啦。咁啊照顧老人，咁如果爺爺嫲嫲係有養老金嘅，咁喺農村就夠生活喎，自己散養下啲雞啊，自己種下菜田啊，咁喺屋企度拍下抖音片，咁啊絕對係夠生活嘅。咁呢種情況同90年代嘅日本社會係好相似，因為房地產泡沫爆破嘛，當年日本嘅年輕人見到冇上流嘅機會喎，見到父祖輩用一生嘅積蓄去買一層樓，仲要可能跨代去供樓，但係結果咧房地產嘅價格咧就斷崖式下跌，咁佢哋要世世代代孭咗個負債，佢哋就希望我們是最後一代喎，用呢個方法去對抗時代嘅洪流，加上90年代咧日本嘅半導體啊或者機電嘅生產啊家電啊就慢慢俾台灣、俾韓國、俾中國大陸取代咗，所以日本咧喺90年代後咧優勢不在啊，啲人寧願簡單生活咯，躺平啦，一係就做暴走族，就喺度揸即係嗰啲熱血高校啊，揸電單車啊，周圍暴走；一係咧就躺平做草食男，咁然後咧慢慢啲人咧又變得內向咗，個社會咧嗰個慢慢嘅前途咧就冇咁明確，所以咧啲人話迷失嘅日本嘅20年咧就係咁，直至到近年咧安倍晉三咧就即係開放移民政策啊，然後日元嘅貶值啊。咁日本嘅經濟咧先略有起色，否則咧就一直下降啦。咁喂，呢個唔係淨係經濟嘅問題，呢個對中國人咧或者對日本人咧身心都有好大嘅影響，對香港人亦都係身心有好大影響。因為咧根據科學嘅研究咧，譬如話最新哈佛大學嘅研究，哈佛大學咧有性愛周喎，就咧原來即係適當合理嘅性愛咧，第一接吻或者親密嘅關係咧係可以提升多巴胺嘅，令到個人咧係會心靈上有改善，但係咧從身體咧嗰個 physical 都有改善喎。第一，合一個禮拜1-2次嘅性愛關係咧，可以降低心臟病嘅風險喎。咁呢個俄勒岡州健康與科學大學嘅研究咧，就指出咧有2次左右一個星期嘅即係夫婦之間或者係性愛嘅關係咧，就有助顯著減少心臟病發嘅機率，增強免疫力喎。令到呢個嘅免疫蛋白球 A 嘅水平咧係可以提升嘅，舒緩抑鬱、改善心理健康，咁呢個好容易理解啊，係咪？增強認知功能喎，減少認知障礙喎。根據《太陽報》引述嘅英國嘅研究就話咧，有規律嘅性生活可以減低老人痴呆、中風風險，所以好多老人咧陷入到老人痴呆，就可能過咗更年期之後咧，對性生活咧、健康嘅夫婦關係咧就減少咗興趣而導致。咁所以呢方面西方社會就開放啲啦。西方社會即使去到老年咧，啲人咧即係老年喪偶，咁佢再婚嘅機率都高啲啦。各方面咁，所以呢個咧係對整個民族嘅健康、民族嘅自信咧係有一個顯著嘅影響喎。即係隨住95後嘅性蕭條咧，喺習近平新時代底下，佢哋發生嘅性蕭條，呢個就係好合乎我20年嚟一直所研究嘅內卷化，就係中國嘅經濟有增長，但係生活並冇顯著嘅改善，物質生活可能有改善嘅，但係起碼喺健康生活、精神生活咧就冇改善。物質係多咗淘寶啊，多咗拼多多啊，多咗一啲科技啊咁嘅產品，但係整體心靈、整體嘅身體健康
或者係生活質素，似乎係從北京大學同復旦大學呢個聯合研究睇咧，就冇顯著嘅改善啦。大陸嘅朋友咧，因為好多大陸嘅網友聽我節目啦，你不妨留言話俾我知咯。喺呢個性蕭條嘅課題上面咧，你有咩睇法啊？咁啊，香港嘅朋友亦都係，或者移英港人喺呢一方面移民咗之後，係咪會快樂咗咧？你又不妨話俾我知，我就覺得自己快樂咗啦。Anyway， 今日就講到呢度，希望大家可以 like、subscribe、share， 收費平台 Patreon 咧，仲有獨家嘅參考資料有中國近代史嘅課堂，仲有咧我本書啦，大家知道啦，呢、這個泰晤士河畔漫談中國歷史漫談歷史與政治經濟23號咧係最後一日咧係早鳥訂購早鳥訂購就平一啲嘅咁之後咧就可能要去到明年咧喺各大書店咧先至發行嘅，咁希望發行順利咧今日講到呢度，拜拜。